这个女孩气势汹汹地站在著名男星的化妆室门口，她一脸怒气，准备冲进去，但门口的保镖却把她挡在了外头。听到她的名字，保镖更是伸出手臂，直接挡住了她。但她坚持要进去揭穿那个渣男。男保镖拦不住她，就给她出了个主意。听了保镖的话，她一把推开他，然后直接冲了进去，上去就给了那渣男一个响亮的耳光，骂了他一顿之后，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被打的明星气急败坏，想要追出来找回面子。到了门口，却看到女孩已经跑远了。一怒之下，他把怒火撒在了保镖身上，一巴掌之后还觉得不够解气，又上前对保镖一顿拳打脚踢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男人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他高攀不起的大咖。这个男人叫惠俊，原本是圈内小有名气的男模，一直梦想成为演员，但在转型过程中屡遭挫折，最后沦为了一个靠打零工为生的三无青年。他的父亲一直在劝他接受现实，学一门像自己一样稳定的手艺，早点成家立业。但惠俊坚持要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。因为这件事，他们家每次见面都会吵架。那晚惠俊回家，正巧碰上父亲正在为考上公务员的哥哥置办新家具。父亲看到惠俊这个整天不务正业的，立刻开始冷嘲热讽。惠俊已经习惯了，没吱声就回房了。刚到门口，他妈妈突然来找他，原来是惠俊的兵役通知又来了。之前他已经推了3次了，如果再拖，他就要超过理想的服役年龄了。这次惠俊没有拒绝，他对妈妈说，自己想再试一次。如果几天后的电影试镜能通过，那就是他最后的机会；如果不行，就乖乖去服兵役。第二天，惠俊和他的好朋友海晓去面试，在后台的化妆室，他遇到了一个会改变他一生的女孩。这位贵妇的化妆师已经迟到1个小时了，他不耐烦地问旁边的助理，他的化妆师怎么还没到啊？助理劝他再等一会儿，但这位贵妇急着要化妆，非让女孩帮忙。女孩说自己不够资格，想拒绝，但贵妇坚持不懈，女孩只好答应了。她先拿出消毒液给手消毒。贵妇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对女孩的专业性表示认可。了解了贵妇今天的行程后，女孩开始动手化妆，还夸贵妇的眼睛特别漂亮。听到夸奖，贵妇乐开了花，不停赞女孩懂得讨好人。就在两人开心聊天时，她的化妆师珍珠急匆匆地赶回来，想接手剩下的工作，却被贵妇断然拒绝，坚持让女孩继续，并不断讥讽珍珠最近太飘了，居然让她等这么久。化妆结束后，两人送走了贵妇，珍珠气得不行，立刻开始责怪女孩。珍珠走后，女孩在那深吸一口气，默默咽下心头的委屈。她的名字是静和，原本是上市公司的财务，但为了能近距离接触喜欢的爱豆，她辞职去了化妆公司工作。有一天下班，老板找到她，想让她周末去为一个演员试镜化妆。听到这消息，虽然意味着要加班，但静和高兴的几乎要飞起来，因为她喜欢的爱豆惠俊也会在试镜现场。回到家后，静和看着电脑里惠俊走秀的视频，心里暗暗发誓，自己一定要在见面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很快试镜的日子就到了，静和和珍珠要化妆的正是惠俊和他朋友海晓。给惠俊上面霜时，静和手都忍不住颤抖，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爱豆。看着他那完美无瑕的脸，静和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画到一半时，珍珠有事，他和海晓商量后暂时离开了一会。他刚走不久，海晓接个电话也得赶紧走，他就让静和帮忙收尾。这次静和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静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听到静和的回答，两人忍不住开起了玩笑，还问他珍珠是不是特别爱发火。意识到话说重了，静和赶紧想办法圆场，然后上前给海晓补妆。两人觉得静和挺有意思，就开始跟他开玩笑。正聊得开心时，珍珠突然回来了。静和正要解释，但珍珠直接向两位说明情况。之前就跟静和说过，如果再出这种事，他会让静和在圈内出名。惠俊想帮忙解释，结果被珍珠打断了。就这样，静和被埋怨一番后，偷偷在化妆间外面哭了。经过一番自我安慰，静和掏出手机，想看惠俊的照片给自己打气。转头一看，自己多年追寻的爱豆竟然就在面前。惠俊问静和是不是他的粉丝，静和看着惠俊，彻底愣住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因为害羞，他否认自己是惠俊的粉丝，还谎称自己喜欢的是海晓。说完还把惠俊和海晓的合照壁纸拿给惠俊看，然后两人坐在窗边开始聊天。得知静和和自己同岁后，惠俊提出想和他做朋友。不久后，面试正式开始。看着台上光芒四射的惠俊，静和笑得合不拢嘴。面试结束，大家开始卸妆。惠俊对朋友们说他和静和成了朋友，旁边的两人立刻表态，惠俊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。三人很快成为一伙。临走前，惠俊拿了静和的手机，
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，还告诉他几天后会带海晓去他那里化妆，给他创造机会。然后他们3个人一起狂欢了一整夜。但在回家的路上，意外从朋友那里得知，导演已经通知海晓他通过了面试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慧俊当场就愣住了。海晓还想安慰他几句，但慧俊突然就跑了。晚上回到家，看到慧俊满脸愁容的父亲，又开始冷嘲热讽。当慧俊把面试落榜的消息告诉他时，父亲不但没难过，反而一脸庆幸地说：“太好了，这样他就可以安心去当兵了。”哥哥也在旁边附和父亲，讥笑慧俊。慧俊本不想和他们吵，但父亲和哥哥的话越来越过分，最后连家里的爷爷都忍不住了。爷爷走出房间，开始帮慧俊辩解。慧俊回房后，爷爷因为父亲给哥哥换新房门而不给慧俊换，非常生气，于是气冲冲地把门砸了，但因为用力太猛，把本就破旧的房门直接摔坏了。第二天，慧俊带着海晓去了静和所在的公司，想请他帮忙做造型。珍珠想要过来搭话，慧俊为了让静和和海晓有机会单独相处，就找借口带着珍珠离开了。洗头的时候，海晓对静和说：“不要因为自己是他的偶像就尴尬。”但静和直接告诉他，他不是他的粉丝，他真正喜欢的是慧俊，之前只是因为太突然，怕尴尬才撒了谎，这让海晓当场觉得很尴尬。临走时，慧俊找到了静和，问他会不会剪头发。静和说他只擅长给小孩和老人剪头发。慧俊让他下班后等他一下，然后他转身离开了。到了晚上，慧俊在静和快下班时找到他，让他给自己剪头发。静和以为慧俊在开玩笑，但慧俊随即告诉他，自己还有10天就要去当兵了。静和一听，心里一阵震动，他马上劝慧俊，如果他现在剪头，接下来的10天，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即将入伍的压力。慧俊被静和的话感动了，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慧俊突然站起来问静和几个问题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，慧俊笑了一下，然后直接离开了，只留下静和一个人在那儿发呆。第二天，慧俊之前公司的一位姐姐找到他，她非常欣赏慧俊的才华，于是他自己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，希望作为经纪人帮慧俊实现梦想。但因为家里的压力，慧俊以即将入伍为由拒绝了他的好意。正当他准备回家时，突然静和发来了一条鼓励的短信。接着慧俊约静和到了一家咖啡馆，他打算向他倾诉内心的不满。他们刚坐下，慧俊的爷爷就视频来电，爷爷希望慧俊帮他找份工作。慧俊就把旁边的静和介绍给爷爷。爷爷看到静和后，连连夸她长得很漂亮。听到爷爷提起奶奶，慧俊担心他又要长篇大论，就找了个理由挂断了视频。静和则夸爷爷看起来很帅。就这样，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肢体接触发生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天开始下小雨，慧俊撑伞带静和在雨中漫步，看到为了给静和撑伞，自己半边衣服全湿了，静和就跑到了公交站下避雨。慧俊赶紧跟上，担心他会着凉，于是赶紧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给他。第二天，财明姐又找到了慧俊，她给慧俊安排了一个角色，虽然只是几个镜头和3句台词的小角色，但她还是希望慧俊试试看。看到慧俊既没同意也没拒绝，只是默默翻看剧本，财明姐心里就明白了，这个男人正在被情绪折磨。几天前，慧俊因为一点小事在化妆间被暴揍，但命运总是在转变。慧俊演艺生涯的第一天，正等电梯的时候，遇到了以前拖欠工资的前老板泰秀，他正带着曾经羞辱过慧俊的男星修夏闯进来，坚持无论人多人少都要保持气势。财明姐立刻展现出经纪人的气场，但泰秀开始对两人进行冷嘲热讽。在电梯里，泰秀对慧俊进行言语挖苦，还告诉财明姐最好早点放弃，否则肯定会赔到家破人亡。修夏也在一旁对慧俊进行嘲讽，这让修夏听得一头雾水。拍摄正式开始，慧俊扮演的黑帮大哥，在一群小弟的簇拥下冲向被吊起来的修夏，然后拿起手中的木棍，一脸嚣张地看着他。修夏抬头看到慧俊也吓了一跳，听到修夏突然改台词，慧俊一开始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投入角色，直接用手中的木棍向修夏的头部挥去。修夏听到慧俊改词后也愣了一下，立刻开始抱怨慧俊突然改台词。慧俊没办法，只能转头向导演道歉，导演却上前来夸赞慧俊表现得很棒。修夏一听，想要用主角的身份反驳，听完慧俊的回答，导演沉思片刻，觉得还不错，于是决定让人把修夏放下来，打算待会儿拍摄时尝试一下。休息时，海晓和静和来看慧俊，还一起给他加油打气。等到正式拍摄，慧俊的演技爆发，他和修夏立刻在片场对戏激烈，但在最后画面要结束时，慧俊因为太投入，一脚踢得修夏痛呼，修夏当场气得冒烟，不断指责慧俊这是报复。到了拍打戏的时候，修夏挥木棍重击慧俊头部，慧俊忍痛想继续演下去，但修夏看到头部流血，急忙停止了拍摄。
晚上拍摄结束后，静和带慧俊去药店处理伤口，然后两人一起坐公交回家。在车上，静和看着慧俊的伤口非常心疼，而慧俊对此却很开心。下车后，两人像情侣一样在巷子里聊今天的事。不过没过多久，天就突然下起了小雨。静和捂住头，想赶紧找地方躲雨，但慧俊却一动不动站在雨中。静和不解地问他怎么不躲雨。听完慧俊的话，静和走上前，责怪他这样会感冒，催他快点跟自己找地方躲雨。但慧俊突然对他表白。在面对慧俊的表白时，静和没像想象中那样兴奋，反而很冷静地先把慧俊带回家，然后他跑回自己房间，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。但当他走出房间，却被慧俊紧紧抓住。说完这些，慧俊就转身离开了，留下静和一个人愣在那里。不过没多久，静和突然收到了一条关心的短信。原来这几天的相处让海晓对他产生了感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海晓跑到花鸟市场，买了一大束郁金香，然后拿着花束来到静和公司，想晚上约他一起吃饭。但静和以今晚要和慧俊在一起为理由拒绝了，这让海晓感到非常失落。而另一边，财明姐正在给导演打电话，想问下电影啥时候上映。话刚接通，导演就开始对他大声咆哮，还取消了慧俊的戏份。原来是拍完戏后，泰秀在跟投资人闲聊时提到了慧俊，他撒谎说是自己把慧俊带大的，说慧俊长了翅膀就不认人了，自己跳槽了，所以才和财敏在一起。导演特别反感这种事，所以直接把慧俊的戏全删了。财明姐想解释，可导演根本不听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到了晚上，财明姐气冲冲地找到泰秀，质问他为啥要诋毁慧俊。泰秀却一脸厚颜无耻地回答。泰秀走后，财明姐无助地坐在车里，打开手机看到静和发来的邀请短信，财明姐感觉彻底崩溃了，在车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可能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，善良真的可能让人一无所有。晚上回到家后，慧俊想打电话问财明姐电影的事，却打不通她的电话，于是他直接去了财明姐家，敲了半天门，怎么都没人应。于是慧俊想再打电话给她，刚把手机掏出来拨号，财明姐就一脸疲惫地开门了。了解到财明姐遇到的倒霉事后，慧俊并没有沮丧，反而平静地安慰了她一番。可真是祸不单行。晚上回家后，父亲无意中在慧俊房间发现了报名表，知道慧俊又想推迟退伍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气得大发雷霆。父亲一巴掌下来，深深刺痛了慧俊的心。因为太委屈，慧俊躲到外面车上哭。这时静和打来电话，慧俊调整了下情绪，接通了电话。静和听出声音有异，就约慧俊出去散心。两人站在一架钢琴前，慧俊看着静和，亲手为他弹了一首曲子。静和越看慧俊越是着迷，注意到静和一直盯着自己，慧俊转头看向他，心里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随着这一吻流泪宣泄出来。因为财明姐的哀求，慧俊终于又有了一个新角色的面试机会。时间紧迫，任务重，到了面试现场后，财明姐把慧俊拉到一边，兴奋地告诉他，这部剧是当红巨星李延秀主演的医疗剧，下周就要开拍了。财明姐叮嘱慧俊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。她看着慧俊的领口，突然有了个主意，想让他面试时试试美男计。面试的时候，慧俊表现得非常出色，给每个面试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很快，财明姐就接到了通过面试的消息，她高兴地在家里几乎要飞起来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这部剧成功，慧俊的人生可能会彻底改变。不久后，第一场拍摄就开始了。慧俊的表演可以说是完美的，但在和李延秀对戏时，慧俊突然忘词了，他不停地向周围的人道歉。拍摄结束后的晚上，李延秀走的时候，恰好看到慧俊还坐在地上做笔记，他上前问慧俊为什么还不回家。听完慧俊的回答，延秀非常惊讶。第二场拍摄时，慧俊的演技简直爆炸，他完全变成了医院里的小奶狗。节目一播出，爷爷和妈妈看着电视里的慧俊，都忍不住兴奋地为他鼓掌，连澡堂的大妈们看了慧俊的节目也都变成了铁杆粉丝。慧俊很快在圈内火了起来，成了炙手可热的男星，就连之前休假代言的广告也被品牌取消合约，品牌方愿意多付1块钱，成功的签下了慧俊。正当慧俊风头正劲时，静和那边出了点麻烦，因为他是单眼皮，他去化妆店想画个烟熏妆，希望看起来更有精神，但化妆师却告诉他烟熏妆不适合他，建议他换一种妆，直接画成双眼皮就好。女孩听了很开心的同意了，可是化完妆后，她突然大声说不满意。静和见状赶紧道歉，并提出帮她重新化妆，但那时女孩情绪大变，开始大声责骂静和。责骂完静和之后，女孩突然站起来大声要求见院长。院长带走女孩后，静和坐在桌前
满脸无奈。慧俊想上前安慰她，却被静和的闺蜜拉走了。客人走后，通情达理的院长并没有责怪静和，反倒安慰她说这都是客人无理取闹，并把她加入了店内的黑名单，然后让静和去喝杯咖啡，让她冷静一下再回来继续工作。可当静和到咖啡店时，正巧看到珍珠和刚才那位闹事的客人在一起聊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珍珠安排的圈套，目的是为了给一直让她心生嫉妒的静和一个教训。正当两人庆祝的时候，听到对话的静和突然出现，他严厉地训斥了两人一番后转身离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静和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决定卖掉自己的房子，开一家自己的化妆店。这时他的爸爸突然打来电话，得知静和想卖房开店，爸爸非常惊讶，便问他为什么这么做。静和告诉父亲，他活了20多年，一直没有为自己活过，这次他想要放下一切，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尝试一次。回到公司后，他碰到了珍珠，静和主动打了个招呼，并告诉珍珠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这里，想让他帮忙做件事，让他放下对自己的恶感。听到珍珠的话，静和气得差点跳起来。正当此时，静和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。第二天，他把珍珠约到了一家快餐店，他放低姿态叫珍珠一声姐姐，希望她能同意当众为自己道歉。可珍珠一脸不耐烦地准备离开，这时静和手机里的录音突然播放了。珍珠回头一看，自己以前威胁静和的视频竟然被完整录下来了。同时在片场和导演对戏的世子突然收到助理递来的冰沙，说是慧俊的女友送的。慧俊回头一看，竟是他的前女友智妍来找他。慧俊对这个曾多次伤害自己的女人很反感，于是立刻告诉智妍自己已经有了新女友，和他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发展。然后他立刻转身离开。下班后，他给静和打了个电话，听说静和很想他。慧俊立刻起身想去见他，但静和担心慧俊正当红，怕在街上被认出来影响不好，于是慧俊提议去静和家等他。等静和回化妆间想收拾东西时，却看到海晓已经坐在那儿了。作为海晓的跟妆，静和被带到了一个采访现场，原以为是做自己的专访，却发现主持人问的全是关于慧俊的问题，这让海晓感到非常失落。晚上要回家时，因为静和之前欠海晓一个人情，所以海晓想让静和陪他去吃饭。听到静和的回答后，海晓感到非常失望。回到家后，慧俊已经准备了一桌子好菜，还叫他快点洗手来吃饭，而静和则从背后抱住了他。吃完晚饭，你们一起躺在沙发上，看着他的新剧首播，你忍不住开始花痴起来。正当你们准备亲密时，突然经纪人打来电话，他告诉慧俊，他的新剧一播出就火遍了大街小巷。刚刚导演特地让他通知慧俊，他刚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演技男演员，过几天就是颁奖典礼了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慧俊简直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而静和听到后也特别高兴。颁奖仪式快要开始了，他的竞争对手修夏也入围了。在仪式开始前，他不停地让泰秀去打听是否自己得奖了。泰秀一直在安慰他，但颁奖一开始，主持人立刻让他们俩哑口无言，因为上台领奖的正是慧俊。典礼结束后，才明姐高兴的几乎要疯了，她兴奋的想给慧俊打电话，让他来公司庆祝一下。但慧俊刚到公司楼下，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。原来当慧俊还是小模特时，知名设计师查理正很欣赏他，一直在帮助慧俊。但随着接触的增多，慧俊发现这位设计师的帮助方式令他反感，于是他断绝了与设计师的关系，不再接受他的帮助。而现在正当慧俊大红大紫时，这位设计师却在家中意外身亡。临终前还给慧俊打了一通电话，警方因此叫慧俊去警局调查。慧俊刚做完笔录离开，正巧被娱乐记者金敏秀碰到。金敏秀立刻找到了慧俊的前经纪人泰秀，试图打探慧俊和查理正之间的关系。就这么一来，泰秀戏剧性的回答之后，慧俊和查理正的绯闻被金敏秀爆了出来，舆论一夜之间爆炸开来，无数博主开始疯狂传播，夸大其词，慧俊瞬间成了众矢之的。就在才明姐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泰秀突然打来电话。见面后，泰秀一开口就让人哭笑不得。才明姐听后差点起身就走，走后她找到了静和，想要让他将自己与慧俊恋爱的事情爆出，以此来将言论压下去。静和听说能帮慧俊，高兴的答应了。与此同时，慧俊的前女友智妍找到了经纪者，并做了一次关于他和慧俊过去恋情的专访，公开澄清了慧俊的性向，然后又去慧俊的公司找到他，想要向其邀功，可却被慧俊直接告知。晚上静和回到家后，听从了才明姐的建议，想要直播来证明自己作为慧俊的女友出面为他作证。当慧俊和振宇一起喝酒时，他提到了智妍为他接受采访的事情。这时振宇突然意识到，如果静和知道这件事会怎样。听到这些，慧俊急忙给静和打电话，电话一挂，
静和的直播间已人去楼空，只有几个人还在评论区讨论智妍的专访。看到这些，静和心情沉重地关闭了直播。这时慧俊匆匆赶到他家，他想为今天的事情向他道歉。慧俊解释说他没告诉他，是因为不想让他也担心，他只希望向他展示最好的一面。静和听后，慧俊伸手向他示意。不久，慧俊投身于新剧的拍摄，而合作的女主竟是就有福珠。静和到片场看望慧俊时，才明姐对静和说，刚刚因为唯一的事情平息，她建议静和和慧俊低调些，避免同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就在这时，经纪者突然给他打来电话。挂了电话后，才明姐马上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了静和。静和听后心情也挺沉重的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经纪者打来的电话其实不是来问事的，他已经从狗仔那里拿到了慧俊和静和在一起的照片。那天静和去片场看望慧俊，却被经纪人拦下了，提到最近的那些绯闻，所以建议静和最好不要和慧俊太亲近。经纪人还在接记者电话时，一直否认慧俊和他的恋情，这让静和感到更加失落。慧俊拍完戏后，在海晓的带领下，他们终于见面了。话还没说几句，慧俊新剧的女主福珠突然视频来电。慧俊接通后，他和海晓开玩笑的聊了起来。听福珠那么说，静和心里一紧。慧俊也察觉到了静和的心情变化，但他没有当场解释，直接建议海晓帮他们拍照。但就在今天之后，两人的关系似乎开始有了隔阂。那晚下班后，静和冒雨躲在公交站台，回想起当初和慧俊一起躲雨的情景，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。电话一拨通，但慧俊已经登机出国，没能接通。静和此刻心情复杂，突然一辆车停在他面前，海晓代替慧俊出现在他眼前。不久后，慧俊的新剧又火了一把，导演组为了炒作，还把慧俊和福珠炒成了现实中的情侣。慧俊回国后看到这条新闻，心里一惊，然后跑到静和的工作室找他。听完慧俊的解释，静和马上表示理解，但话还没说几句，慧俊的助理又打来了催促的电话。另一边，经纪者因为之前的新闻被澄清，好久没抓到独家新闻，被领导批评了一顿。他拿出慧俊和静和的照片，打算公布这条新闻，却被领导说这是不够劲爆。听了领导的话，经纪者似乎悟出了什么。第二天，他找到了处理查理正案的警官，希望从他那里套出点消息。最终，他隐约从他口中得知，查理正自杀前给慧俊发了一条消息。他立刻夸大其词，把慧俊和查理正的关系炒了起来，并四处散播。才明姐一听这个消息，火冒三丈，立刻告诉慧俊他已经联系律师要起诉经纪者。但当他去律师事务所讨论案子时，惊讶地发现接手案子的律师竟是慧俊的前女友智妍。同时，经纪者也快速从警方那里知道了自己被慧俊公司起诉的消息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旁边的领导。警方挂断电话后，他赶紧向领导求助，但领导只是敷衍地回应了他。领导的话音刚落，慧俊和静和的恋情就被曝光了。静和看到新闻，为了避嫌，急忙给慧俊打电话。慧俊刚出门，经纪者就出现在静和家门口。当慧俊赶到静和的店时，静和已经和经纪者一起离开，去了咖啡店。还没等经纪者开口提问，静和就抢先一步，不停邀请经纪者去他的工作室做化妆。当经纪者问起他和慧俊的关系时，静和坚决否认两人在交往。经纪者见静和如此难缠，开始用言语讽刺他，暗指慧俊因为走红后变了心，是为了将来抛弃静和而隐瞒恋情，为以后抛弃静和做打算。他想要以此诛心的言语。经纪者的话本以为能让静和措手不及，但听到这些挑衅，静和并没有失控，反而很镇定地回应了他。与此同时，才明姐作为慧俊的经纪人也发了声明，坚决否认慧俊和静和的恋情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静和翻看着才明姐发的帖子下面那些关于他和慧俊的种种评论，心情一落千丈。慧俊得知这些后，立刻找到才明姐，想要跟他好好谈谈这件事，但才明姐却告诉他，他已经联系了静和，想要向他道歉。静和接受了道歉，但他的反应出奇的平静。送静和进电梯后，看着电梯门缓缓关闭，慧俊的心情无法平复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慧俊回想起他们刚在一起时那些相互承诺永不道歉的日子，然而最终道歉的总是他先开口，这让他感到万分悲痛。慧俊在车里泪流满面。到了晚上，他实在是放不下，决定去找静和求复合。静和跟他一起上了车，车里却谁也没开口说话。下车时，他忍不住问静和为什么突然要和他分手。静和告诉他，从他一开始一无所有到现在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他能陪他走到现在，内心已经非常满足。他希望把他们的点点滴滴都保存成美好的回忆。如果现在还纠缠不清，那未来的回忆可能只会让他们俩都痛苦。而在另一边，才明姐把慧俊和查理正的最后一条信息公开了，慧俊的异性恋谣言立刻破灭。在智妍的压力下，
经纪者选择了公开为惠俊澄清谣言，并亲自向他道歉。这场风波过后，惠俊事业迎来了高峰期，无数广告和新剧纷至沓来。但几天后，惠俊突然召开家庭会议，宣布自己决定要入伍。家人因为他刚刚红起来，建议他再等2年，等到名气更稳固一些再去。但惠俊坚持自己的决定。第2天，他带着续约合同找到财明姐，告诉他自己决定要入伍，并希望续签一个为期3年的合同。很快，惠俊入伍的消息就被媒体报道了出来。静和看到消息后心情复杂，他从柜子里拿出惠俊当初送他的情侣鞋，打算穿上这双鞋子为他送行。在临走前的一天，惠俊开启了直播，然后向自己的粉丝挥手道别。粉丝们都依依不舍地告诉他，他们会耐心等他服役结束回来。转眼2年就过去了，静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现在已经是一家顶级化妆品公司的老板了。惠俊退役后，很快就拿到了自己付出的第1个项目。那天，静和在片场为客户做跟妆，突然，一个男人出现在路边，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。他们一起在片场的公园里散步。惠俊注意到静和穿的正是他当初送的那双鞋。